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民进党副秘书长何博文，大家好，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应山，五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黄忠老师，大家晚安。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立法院的荣誉顾问陈柏惟三哥呢，马上赶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好，那国内整个罢免的风潮看起来是真的一路往下大延烧，而且延烧到目前看起来的话，绿营本来是评估8场不是吗？那今天媒体上报道，绿营不排除再加场，因为在每个地方感觉上都是爆场，而那个爆场再加上罢团在外面摆的一些联署，甚会有说1天就抵3天用。那对所有来讲的话，会不会真的把整个罢免，像媒体上所报道的，对于蓝营来讲的话，要被罢的一些委员，第2阶段要进到第3阶段，有没有可能是坐2望3之势？好，要对蓝营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包括每一个地方在筹组，不管是家庭的演讲会啦，或邻里之间像这样一些甚或还权于民，那这整个会那往下一路看起来的话，能够抵挡得了绿营像这样一些的攻势嘛？可是你看到，包括白营在现在，当然也是在中间，包括在高雄的宣讲场。黄昌主席呢也要下去，那各大阵营现在看起来的话，整个一路往下烧的结果，那目前看起来比数应该是实质上的36-0，因为陈水珍那一席还没有送，只是罢团说他们的累积份数已经到了，可是对于绿营要被罢的委员是真的有数字，还是一直挂零，还是当然待会可以请教中华评委，就是到底那个数字，因为内区我就觉得你们内区会不会过？会，一定会，我觉得会过个5个吧。一阶，你觉得会过35-5，好不好？35-5是不是还是不太好看？对的，可是总是不是0嘛？对吧？不是0啊。对对。OK， 你估的比你们党中央还差党中央估多少？你们党中央估会过10几个10几个第一阶。对，有再继续做，包含原住民吗？原住民应该都含了啦，应该都含了，有在继续抄了。好，那小平刚刚讲说，应该最少会过个5个左右吧。那就算35-5，可是这一仗往下打，我们就先看蓝绿包括白银之间，在未来整个策略上会怎么走？博文，你们未来包括现在看媒体上报道8场。你们感觉上，因为一个台中，一个桃园，感觉上爆棚，尤其像台中场，你说最后那个赖清德总统那个影片出来，虽然那是1年前的影片了，可是这整个气势一路往下，所以你们会加场，包括跟罢团之间的合作，会这样吗？我想我们目前就是先维持这8场然后我跟大家报告就是说，我们会顺着民意走，这顺着民意走就是说，千万不能逆势，而且这个民意是排山倒海不断的过来，为什么？我自己被吓到。坦白讲，我们这次办8场，第1场在台中，我们起始风险很大。第一个，台中是卢秀燕的执政，那卢秀燕现在是国民党内的这个等于是神主牌一样。那我们当天到台中市，我们也不晓得说人潮会多成这样。我跟大家讲，那天整个我们租界的那个前面那个庙城，可以挤1-2千人的这个庙城。不但挤满塞爆，而且还塞到这个文心路口，然后整个那个庙城2、3楼全部挤满人，连捷运站口我们都拜托他们那个，因为那是玻璃窗我们都还很担心说那个安全，所以我们我们的同仁党工不断的在那边维护安全，提醒大家。那个桃园场更夸张，桃园场它虽然名称是在中立。可是其实它是在中立跟观音的交界，风大，那天气温又陡降，结果照样全程挤满满。然后那一天因为这个卓院长他现在已经是讲开来了，所以他讲得很顺，他现在光剑使得非常好，对，而且讲得又顺，你知道吗？然后讲得又流利，他不知不觉竟然讲快40分钟，你知道吗？可是全场没有人走，大家都在那边听着这个。炯炯有神，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跟你生活息息相关。好，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本来这个礼拜6，我们原先是想讲说花莲跟台北都在礼拜6一起办，可是花莲跟台北两边就觉得说，为什么其他县市都是单独办，而且那么的这个就是焦点可以集中在一个县市，那为什么我们就花莲跟台北一起办，就抗议？好嘛，抗议那好吧，那我们就台北另外延期，台北另外再办1场，然后花莲就单独那天。就专心全面来办这个花莲，这背后有没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那天要把所有的舆论新闻、所有的焦点全部都摆在花莲。这个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可是最主要这个东西，坦白讲，是因为由下而上，由下而上感觉到哇，那真的不行，那真的我们就是要分开，好好的办。
我跟大家讲，今天临时一个状况，新竹也抗议了。哦，新竹说为什么把我们排在礼拜五？哈，因为我们本来新竹是3月28号礼拜五。他说礼拜五我们很多刚下班根本没办法去啊，好，就真的抗议，就一抗议好，我们就只好那个另外再往后拉一个礼拜6的这个时间给新竹来办，就是黄一中抗议对，那我的意思是说，像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就表示那个基层的民众，那确实给我们的基层的党公职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这个部分随时在调整。那第一阶段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第一阶段先把这8场办好了以后。那接下来，当然我们会看各地的状况，例如说，这个我们发现这个罢免的过程中，有很多公民团体被查水表，甚至被殴打，然后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联署摊位都被干预等等，所以我们未来我们也会想尽各种办法，会有一些支援这个公民团体的这些活动，那。当然，陆陆续续就会有第2阶段的这个活动出来。那我想这个东西大概这几天就会慢慢的明朗化。OK， 小平，是你看人家的这种，包括气势，包括要办，甚至要再考虑加场，甚或花莲跟台北本来要2边办，现在看起来要全力先对付花莲这一块，然后再办的所有这些。可是国民党接下来呢？我看到媒体上报道好了，你说除了朱一伦主席讲什么那个公投。那反废死啦，这些公投以外，要筹组那个包括客厅，还有邻里之间然后反罢说明会，所有这些。可是国民党是所谓的100场的政策说明会，各方面这些什么时候要推？要马上推，而且人要跟他们拼，比人场很重要。其实我看懂赖清德要干嘛了。他要干嘛？他第一个，他对郑文灿出手。我们先看郑文灿一审有没有罪嘛？他收押起诉，就是确保2028的初选同额，要顺便报仇，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发动大罢免。那目标就是20个联署成功，罢掉10个，补选看可不可以多6个，51+6。那进6席的话就过半。然后即使没有的话，罢掉1个，补选还是他的话，蓝被罢掉，就来回2个，最大党。好，那会有什么效应呢？我们唯2可以选总统的，一个叫卢秀燕，然后只要罢掉1-2个台中，然后在总统之路上的绊马索，对不对？2028的第2个，然后呢，对罢掉叶元之，那除了伤朱立伦，也伤侯友宜嘛，在你的那个辖区内的立委，然后50单独过半，那表示什么？或是说最大党，那表示韩国瑜全残或半残嘛，对吧？那韩国瑜也结束了，所以没有总统候选人了，这个1石多鸟厉害了，你说连2028都在这个当然嘛，他先动这党内，再动大罢免，再一边一国出来干嘛？因为他要让人踊跃出来投票嘛，你知道台独还是厉害嘛，那选举还早嘛，再修回来就好了嘛。这中华民国在台湾，到时候2028再来讲，那都不重，那都以后的事。他一定要，因为是选罢法的设计本来就是进攻的有利，防守的无力嘛。25%就是我少部分我就达到了，除非你国民党能够反罢免超过25%，看起来现在气势还没成型嘛。不是你们气势为什么还没成？我听说，那你们从党中央以降，包括各路诸侯，因为国民党在地方诸侯是多数的，对，你们总是好歹要有像那个打仗嘛，进退行之有据，布阵总该布吧？现在你弄人出来，就台中，刚刚博文讲说很多人嘛我们苗栗也要很多人。这个很多人跟很多人好像什么？好像中印的边境的冲突、领土丢石头，拿水喷人家丢石头。可是对不起他们除了丢石头，已经丢什么了？他们已经拿那个核子弹出来了，一边一国。然后你们还在丢石头，就打一场统独战争嘛，打一场中华民国保卫战嘛，就跟别人丢出这个，你也要内政部长都丢了嘛，就别人一拿出压箱宝，你也拿出你的这个国家是你创，你要把这个国家守住啊，3合1敌人。第一个。谴责共产党，你要武统我们，当然要谴责，还是在3合1。当然，第二个，共和党的总统，然后呢，台积电去各种种种设施，提高你的那个国防预算，不谈的，不经过投审会就去了，你完全没有抵抗力，帝国主义兴盛，这共和党，然后第3叫民进党，然后总其成。已经这样子的态势，所以国民党要拿出压箱宝，要拿出这个保护中华民国的态度，这国家是你创的，是这个党创的，就已经到了短兵相接，就是已经肉搏战，是拿刺刀互刺的。然后我觉得更建议弄那个什么823那个叫什么？那叫废死公投，他也不会把你排在同一天，他们会尽量弄到所有的一起送，同一天投票。那比如说连了20个同一天投票，这才有气势。这个3个、5个、8个，那就
落掉了。我就民进党来讲，所以那我们尽量连尽量罢以外呢，就是反罢免要操作，人也要出来，跟他拼了，应该这样子。OK， 对。但不。赖总统是在操整个这个盘吗？还有包括这个盘想到2028了吗？我们这几场的这个说明会里面，其实有一个很精彩的桥段，就是最后吧，会有一个这个神秘嘉宾出来录了一段2分钟的影片，这个人就是赖清德总统。他讲的话很简单，他就是我们就把他去年这个辩论的这个相关的言论把它剪出来。他讲很简单，他说反攻大陆。过去国民党也守护台湾，要反攻大陆，反共，可是现在的国民党不但不反共，而且只要中国对于台湾有任何的攻击，然后就以马英九为首的很多人就立刻来批评台湾，攻击台湾。然后我们还不断的提到，过去蒋经国先生他是支持反共，而且他是反共急先锋。可是现在国民党内没有人反共了。台湾，当我们为了台湾的团结跟和谐，我们不断的往中间，希望能够凝聚最多的人心。你看哦，我们的中华民国在总统演说的时候已经追溯到1911年了哦。我们是希望能够拢聚最多人的共识。结果小平刚进来还给我提说3合1敌人，3合1是那个时候以前当兵的时候威权时代，那时候对，那时候几乎是民进党说被打成什么3合1敌人。民进党在里面不叫民进党，叫民差党。民差党，对。然后我再提醒大家，其实现在对民进党来讲，没有什么统不统独的问题。中华民国台湾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再三的宣示，再三的表示这样的一个立场。所以没有什么刻意要强调什么哪边是一边一边。我们本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我认为民进党是不断的往前进。民进党是不断的往前进，不断的希望凝聚大家。可是国民党好像不断的就希望分化，不断的回到过去，这就2党的差别。不是哦，内政部长，你去告我去告了刘世芳，他讲的是中国台湾一边一国，没有增加一个字，没有减一个字。你们还在讲中华民国，你讲的是台湾共和国博文，那是你们部长讲的话。你不管要讲台湾或中华民国，我们都尊重。中华民国就中华民国，但是我们不需要什么么再成立台湾共和国，因为中华民国台湾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OK， 这场仗你可以看得出来，它的调性已经拉到所谓的反共跟亲共之战吗？甚或是所谓中华民国的保卫战吗？你可以看得到。如果要是就绿营上来看的话，当然博文刚才讲说，目前那当然是8场，只是中间有包括台北跟花莲之间，所以你看，最起码了，这8场总是民进党办嘛。可是如果照大家讲的话，台北跟花莲本来是摆在同一天，礼拜6。现在为什么要把它拆开？是不是因为花莲整个已经热到，甚或如果能够搬得到副总召的话，对民进党来说，那整个包括气势或各方面都不一样，所以说要把所有的焦点都摆在花莲这一块。台北先挪一挪吧，先往后摆一摆，反正那个钟小平他们的2个双无还不知道成型了没有？你觉得一定会过？不，他这个礼拜会通过第一阶段。OK， 好，那这整个态势，绿营现在看起来的话，民众媒体上直接讲，绿8场下乡宣讲。首周人潮爆，各地敲碗，民进党不排除再加场。我不知道台中新竹那场敲碗有没有黄义中了，大概会有。那继续，民进党有地方党部已经开始规划，由议员召开小型客厅会，强化跟罢团搭配，冲刺2阶联署。绿营党内派系动作也转趋积极，所以除了中央办以外，地方各党部。也就是打大的遭遇战，小的遭遇战以外，大的整个军团作战，两边互为表里，大家一起走。罢团，如果媒体报道说罢免陈汉树，对于蓝营来讲的话，这是不是一个不利的消息？渴望陈汉进入第3阶段投票的区域，初估达21席。为了坐2望3，通过第2阶段，联署陈汉20几区冲向30区，步调一致。各地罢团展开横向的沟通联系，希望参考一些经验，尽量拉近最后送件时间，也就是讲在同一天，甚至争取同步送件，尽力拉高陈案后同一天投票的可能性，以利宣传造势。让今年夏天的大罢免投票日成为上半年最热的政治焦点。你可以看得出来，包括民进党跟罢团之间，民进党在宣讲，不过外面都是罢团一些摊子嘛，是对，就是大家欢迎大家来签嘛。而且哦，你知道不管是在哪个地方，即使在桃园、在台中，只要
那个桃园、台中都不是傅昆萁哦，但是只要挂起傅昆萁的照片，所有人都会来问说，我哪里可以罢免？所以傅昆萁的外溢效应非常的大。OK， 好，那这就是在过程当中大家讲的所谓的仇恨值外溢效应嘛。罢团跟民进党之间风战火势，火助风威，一路这样往下烧，会不会一路就真的烧到7月或8月这样的一个罢免？对国民党来讲的话，一个有叶元之防线吗？国民党百场政策说明会22号。首选板桥，那当然下午是苗栗，本来应该在20号，往后延。那板桥这场延到22号。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党务人士还讲，朱一伦要求智库，你看到这个，我不知道小平会不会生气。朱一伦要求智库在下周拟好反罢免邻里讲堂说点跟论述，人家车都已经开到这个礼拜都要开到花莲了，你下周要拟好反罢免邻里讲堂说点跟论述，小平晚不晚？你们是被罢的人哦。被罢的人是不是早就应该做好所有的这个也不用论述了，上去都会讲，新闻界什么都会讲了。重点是人赶快弄出来，人赶快弄出来嘛，赶快上场嘛。是这样。那对国民党来讲的话，现在是不是急急如律令，真的应该要这样走？我建议啦，联署罢免哈，没有达到 KPI， 跟动员不来的哈，看下次不要提名你选议员，就只有这样人才动得了，好不好？小平，对啊，小平，镜头在那，OK， 对着镜头，对你们党。我觉得要有 KPI， 不管动员，不管联署的扣打份数，对不对？举例说罢免吴沛忆、罢免吴思瑶等等，我觉得都要定出标准来，作为提名的参考啊。OK， 好，那但是是不是有内参的一个民调？莱茵近期做了多份内参民调，叶元之、牛启林、涂全及罗廷伟、黄建民罢免选情亮红灯，那支持罢免明显高于反罢免，一级警戒区。那傅昆萁、廖伟强、王宏威、李彦秀、徐小莹这些人基本盘本来比较稳固，但绿营频频操作空战，负面舆论导致选情紧张。据了解，党高层上周决议，在本月底正式加入罢免战。那当然，媒体上有报道说，国民党内立委基层对党中央支持力道感到相当不满，仿佛只能自立自强，更传出不少立委将向县市首长求助，却还没有具体的反罢免方式，让立委们感到相当无助。我不知道，如果这样看，一善是。本来一开始的时候，你自己对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媒体上面讲说坐二望三，胜会过21席，你一开始有这么乐观吗？没有这么乐观。那是怎么一路打到今天，你就会变这样？国民党添了柴火，再加上钟小平他们国民党最喜欢说，你看我们民进党去年就开始在规划了，赖清德就故意的，包含柯文哲案、蔡壁如都说，你看连柯文哲案都算是赖清德的，为了这个大罢免，柯文哲案也是做准备的一部分。乱讲一通，我直接讲，如果要追根溯源，10年前就在做准备了。10年前318，今天3月18号，太阳花学运。为什么说太阳花运动是为了今天的大罢免运动在做准备？因为318的运动，台湾产生了蓬勃发展的公民团体，而这些公民团体如果没有318学运，没有黄国昌，如果没有318学运，没有柯文哲，如果没有318学运，没有3Q 坐在这边，3Q 到现在都还不是民进党，他是基进党的，过去是基进党。为什么蓬勃发展的政党政治，或蓬勃发展的公民运动，他们可能支持了黄国昌，可能支持了柯文哲，但是他们现在支持的一个对象叫做大罢免。所以钟小平不断的在把蓝绿对决，然后蓝绿对决完之后，最后那个对象叫赖清德，完全搞错了公民运动这场大罢免的本质。这场大罢免运动叫做公民先行，民进党被公民跟民进党的支持者推着走，变成后盾。民进党公职在第二阶段全部都要加班，6日都加班，变成联署战。为什么？是民进党的支持者说，如果你不要办，你就下次不要选了。是支持者说，你下次不要选了。跟钟小平刚好相反，下次不要提名的国民党如果动不出来，下次不要提名的差别在哪里？我们是被民进党的支持者逼的，民进党的公职，但是国民党是要党纪处分，他们才会愿意动，差别就在这里。公民先行，民进党的支持者做后盾，党中央再用大军压境往前推。推完之后，赖清德有可能因为国安问题，因为现在谈的都是总预算哦，为什么赖清德要谈到国安的问题？跟这次大罢免的反共护台的总主轴完全结合在一起。现在是21席开始起跳2阶段，起跳哦。新北4到6席，台北4到5席，桃园3到4席，台中3到4席，新竹1席，云林1席，花东2席，南投1席。
就是这些加起来21席的，还在往前推。为什么往前推？另外一个观察指标就是这个民调嘛。这个新的民调，这是一个所谓的公民人权团体做的民调。对于所谓的蓝委国民党的立委不满意度高达43.2%，满意度是37%。你可以说啊，这是全国性民调不准。徐小新今天 TVBS 的民调有一个非常特殊、非常值得重视的民调，是徐小新被罢免的同意票。如果明天投票的话，57%会投同意票，37%不同意。这代表什么意义？第一个，这个友台绝对不是绿营的民调。二，徐小新是蓝营深蓝护体的选区，他竟然同意罢免的支持度57%，不同意的37%，中间相差20%。你可以说这个松山信义区是民进党的铁票区吗？但是同意罢免的票数的支持度竟然是跟不同意罢免相差28%，是支持同意的比较多。你说这些人都是绿营的支持者吗？我最希望你们这么讲，你们不断的把这些支持者往绿营推。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公民太阳花今天318学运11周年的纪念日，为什么说这一群人已经准备了10年，他们对柯文哲失望，他们对黄国昌失望，他们去年甚至支持国民党可以在立委里面监督民进党，但是对这群立委也失望，所以他们提出大罢免运动。所以这整个的战术战略上面，不管是绿营或公民团体，其实配合的非常的好。反观蓝营，你们的战术战略在哪里？我都现在说，一个党中央在做5件事啊。第一件，他们要大补件吧？刚才钟小平讲了，要补5件啊，要补到至少5件嘛，不知道几件了。重点是你现在可以补，你2阶段签得出来吗？第二件事情，他们要反罢免，要办100场，反罢免的论述是什么？不知道，现在还要写这些税帖。反罢免才是重要吧，因为有36个选区在被罢免嘛，你应该是这个是最重要的。但是呢，朱立伦说哦没有，我要弄公投，公投绑罢免，公投绑罢免反废死跟所谓的反毒戒严根本没有废死也没有戒严，你到底要反什么？你的主文要怎么写啊？我说真的，直接讲一句话啊，你们现在蓝白在立法院多数，转身回去，你们跟排一排，转身回去去修法就好了。如果你对于死刑的相关规定不满意，你修法就好了。你对于戒严法有相关规定不满意，你修法就好了。但是你竟然弄了公投法，不要忘记了，国民党今年还要做党主席的选举。一个党中央5件事情在做，你看基层会不会乱到一个不行？但是你竟然弄了公投法，不要忘记了，国民党今年还要做党主席的选举。一个党中央5件事情在做，你看基层会不会乱到一个不行 ？OK， 小苗不是吧？不，民进党不能又要脸又要皮嘛。我举3个例子，这个绿色的政治节目早就在训练了嘛，叫演员那个这叫做训练班嘛。皮金儿有没有常上绿色电台？我们连抽金儿都没有嘛，是不是？哪有机会上嘛，对不对？然后他们有绿的支持绿的有小花。然后白的有小草，我们小叮当也没有嘛，这就是这个叫做武器不对等的，我就支持蓝跟支持绿的电台的比例，那要怪马英九你自己活该，通通都变成绿电台，这第一句话。第二，最早的是公民团体吗？是柯总召柯总召是民进党吧？是吧？如果我没有晃神，或者我是植物人的话，他最早讲的那为什么不开除他？假仁假义嘛，矫情就是何必不？你今天有选举罢免嘛？你觉得我做不好，罢我。大家来的公平对决没有问题，这是宪法，这也是孙文的主张，也是宪法的主张，没有问题，不必又要罢人家，还又要搞人家，还要装君子，又要讨厌嘛，这种是不是何必呢？大家直球对决男子汉。这个没有民进党2阶签得成，我中华民投凯给你了，我跟你讲，1阶自己可以，少吹牛，有本事都不要介入，假仁假义到底不会嘛？他要连21个嘛，是不是 ？OK， 刚刚一开始有介绍，立法院荣誉贵人 Thank you 哥陈柏惟赶到我们的现场，来欢迎3哥，来好 ，Thank you， 来 Thank you。你自己曾经有过一个经验啦，就是你对抗地方派系嘛，你每都要讲，你一个人对的其实就一整个，不要讲说国民党还有没有中央下来支援的一些人，可是现在看起来，你能够想象得出来。国民党那20几席，如果媒体报道进入第2阶段，要到第3阶段的那所谓的20几席，甚或会不会到30席的蓝委？
他们要中央的澳元，但是现在看起来中央的澳元还在路上。OK， 那包括地方的诸侯，因为国民党地方诸侯是强的、啊，你觉得他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办？要先帮小平议员刚那段话旁边要放影片。你严宽恒假仁假义啊！你严宽恒没有介入，会被罢免吗？你严宽恒就是小人，什么就是矫情？好，这我帮钟小平嘛。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讲国民党。国民党啊，有很多的地方诸侯，有很多的这个派系大佬。他们是大过党中央的，怎么判断？礼拜一没去的，礼拜一有举那个反戒严、反废死公投，谁没去？桃园有4个没去，吕玉玲、万美玲、鲁明哲，还有一个忘记是谁了。台中有4个没去，江启臣、杨琼英，这个严宽恒，尤浩有去，马文君没去，尤浩南投，就中部啦。好，谢依凤有去，照片找不到，我找半天，谢依凤躲在哪里？你知道吗？躲在陈玉珍后面，人家站135阶的阶梯，然后谢依凤站第2阶，所以那个大合照开不到谢依凤，唯一一张拍到的半边脸，人家吓到。陈玉珍，你后面有奇怪的东西，什么意思？这些人都希望冷战呐、啊，为什么要冷战？那你热战会烧到我啊。对江启臣来讲，2020最差的时候我都没有输，可是你打大罢免，我连第1阶段都被通过。江启臣何其无辜啊！哇，资历干净漂亮，美国读书回来，当过副院长，国防外交专业。啊，什么罢免跟我有关系？我以后还要选台中市长呢。1月21号审总预算，他是主席。赶快躲起来！江启臣就不去了。严宽恒最痛恨这个热战的就是他，一辈子从老爸到儿子，唯一一次被笑就2020。莫名其妙，不料蔡英文拿817万票，有一些不知道哪里来的小朋友投蔡英文就投陈柏惟，投到害他被笑1-2年，不得已出来罢免，还被钟小平说就是矫情有没有？他承认2阶他是志工不是吗？他有承认吧？好，严宽恒有承认有承认有承认他现在他们也是好，重点，国民党的基调，我认为问题出在哪里？你知道吗？犯罪要看动机，他们没有上进的动机。我们讲选举民意代表，他的4年一战是战什么？战县市长，战立委席次，就未来我战总统。钟小平今天为什么这个礼拜前跟今天不一样？原因就是他过去啊，他一直在强调啊，关我没有好处，我为什么要帮忙？当然你可以讲理念中央，这是一回事。我相信比钟小平势力的国民党员太多。那我问你啊，县市首长什么时候决定的？2024不分区的时候就决定了。张家俊选云林，然后不知道谁选嘉义，王玉敏啊，然后什么高雄，柯志恩什么噼里啪啦都点名好了。那请问我的动力在哪里？你都点名好了，我为什么要出去为你拼？然后台中江启臣，你们不是都点名好了？我杨琼英、严宽恒干嘛帮你拼？我连我的子弟兵连提名较劲的机会都没有，我干嘛跟你拼？所以对他们来讲没有动机。然后呢，你说立委席次，坦白讲啦。现在去提2028的提名真的太早，讲的也不一定算。可是你不能提早曝光嘛。对钟小平来讲，你找个钟佩君是什么意思啊？哪里来的啊？我们中正万华是什么不要人家不要的地方吗？然后找个之前还找一个什么海军还空军的张延廷哇，气死钟小平，气到回去都睡不着。户籍还没满，我们只是举例而已。现在是他这边只有一个例子啊，其他的地方每个地方都是这样，每个地方都一样啊。你说许志杰、黄捷那些要弄到那边去，鞭长莫及，好不好？高雄就已经选不赢了，你还要给我作乱，所以国民党的那个力量一直分散在很奇怪的地方啊。然后没有萝卜，也没有棒子，那请问一下，我为什么要动？国民党礼拜一早上那个，他们礼拜日晚上是发假动的，他记者群是发，我看记者群他们是用假动的方式动员的，10几个人明目张胆不去，去的全部都是什么不分区啦，或者是朱立伦、傅昆萁叫出来的人，钟小平想去都不能去。所以国民党的现在的情况就是党中央群龙无首，唯一有动机的是什么？大家在讨论的就是党主席，什么韩国瑜啦，什么要什么组织法要改啦，然后卢秀燕呐，他们如果韩卢可以结盟的话，卢秀燕离让干嘛？全部都在讲党主席的事情，根本没有人在意下一届换谁选这件事。那对国民党的立委来讲。那我就把自己顾好就好了，我管你大罢免干嘛？这个是国民党的部分啊。还有一个很可爱的，我们说这个马戏团他的工作就是除了表演，就是学习如何变把戏。这个马戏团叫民众党。民众党现在在干嘛？你知道吗？民众党生给能没半给赛务，所以他如果他比如说
叶元之很危险，你叫黄国昌去叶元之的地方讲，会发生什么事？会不同意，会同意罢免票增加，不同意不一定会增加。可是对叶元之来讲，他在节目里面公开表态过，黄商要来，他非常欢迎。对他的理由，我先告诉你，他的理由是这样，他觉得所有要表态，要罢免他的人。都已经表态，不管怎么样都会出来了。对，他现在就是要把所有可能支持他的人，黄国昌的白营也会支持他。对，他要把这黄国昌的，也许那我们刚刚讲说仇恨指标啦，会不会再提升一些？但他觉得那个指标都已经到顶了啦。对，那反而这个地方可以多一些票了。好，这个就是对自己的生命已经看得非常通透。好，已经会到第3阶段投票，而且对方都会出来，他才能够什么这个不管什么东西都吃下去哈，饮鸩止渴。但是黄国昌有没有办法独立去罢免一个区域？他没有，但锦上添花的能力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说明是天山雪莲了。他是天山雪莲，是用 SK2 做的。好，所以你看一件事情，民众党对罢免的态度其实是可有可无。他们是怎么样放掉罢免这一局？他们能够沾光就沾光，因为主战场不在他们。对民众党来讲的生死存亡是什么？是补选。因为补选如果翻盘的话，民众党灭党。因为如果民进党实质过半黄国昌就只能对着那个荒野，对着小草们咆哮而已。他在立法院咆哮，就会被那个召委讲说：“闭嘴，我们现在过半，闭嘴，超过80分贝，闭嘴。”所以黄国昌那民众党的生死存亡是在补选。你这样子切开来看你就发现一件事情：民进党看的是2阶投票罢免，然后到补选，他看的是这么长。然后民众党看的是罢免可能也没戏了你说要叫国民党礼让，他们国民党自己里面就有一堆声音，所以他看的是补选那一战，他一定要想尽办法不能让民进党过半，然后换国民党的，他是连2阶在干嘛都搞不清楚。所以从这个战略长度来讲，怎么国民党100年大党搞得比民众党的还不如？他连现在的短中长程目标都还没有设定出来，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OK， 来，王老师，你看了这么多，好了，这次的大罢免，凭良心讲，那国内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我也没看过。我知道，所以你也没看过。但是你总是看过这么多场选举，包括你对国民党非常熟。那国民党再糟的仗也打过，也不是没有打过啊。你说过程当中，那丢了总统，然后包括立院的席次降啊，或什么都有过。可是这次打起来，跟你想象中传统上国民党说兵强马壮、有组织、有什么，更不要说去年1月投票，他们才刚拿到国会最大党哦。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要特别提活化石呢？在这整个大罢免风潮最早的时候，如果你长期看我们节目的话，一夫，你是不是在节目里面说，谁说花莲一定罢不掉？你算票对不对？包括张俊的票，包括魏家的票，包括出来投的票，当时在选立委没出来投的票，你在那边算，你说不是没有风险 ？OK， 徐巧芯那个地方你也在节目里面算，你说谁说是这么稳？结果到今天看起来，如果今天媒体上所报道，确实连这上面讲说，连他们的党内民调看起来，不管是傅耕萁或巧芯这些，都在可能也是危险的范围，更不要说今天 T 台做的民调，对巧芯来讲的话，那恐怕更是个大警讯。所以这个火是真的一路这样烧下去。蓝营如果这样的话，绿营万一要是真的进6席的话，那整个立法院结构整个翻盘呢？其实从过去看选举，看到罢免，其实过去的罢免都是小区域，对吗？就你旁边的嘛。比如说罢免陈柏惟啦，或罢免谢国良啦，或罢免林昶佐啦，罢免你看到都是单一啊，就你很少看到大规模。那大规模的选举，民进党很有经验，国民党也很有经验，因为选太多次。但问题是，大家都第一次碰到的是大罢免，不是大选举。因为罢免跟选举，大家看起来好像差不多，但实际上，但是有时候观念是反的。是啊，观念是反的哦，观念是反。你看过去我们罢免的时候，还有得选择说冷与热。你看过去我们罢免的时候，还有得选择说冷与热。但现在有什么空间可以选择冷？不懂。
哦，就几乎没什么当罢空间了。团现在已经决定说，如果可以的话，那大家一起横向的联系，把它同一天送件，因为同一天送件的目的一定是要在投票，希望压在同一天嘛，那就等于是全国几乎都在选举哦。因为你以前都是零星罢免，但这次大罢免里面也没有想过这些公民团体会去做串联的动作，去做串联的动作，然后运用最新的所谓的社群媒体等等去做宣传等等。因为其实公民团体在这一次的宣传串联，其实比过去政党都还厉害。而且还有他们的创意也超越了过去的政党。哦，那个才叫厉害，那个创意。那个创意也超越了所有政党。但是你从过年后一连串国民党的事件。罗廷伟的事件、叶元之的事件、傅昆萁的事件、李彦秀的房产、徐小新老公打扑克的事等等，一连串下来，加上立法院开议以后，其实要看到这些人不难了。当你看到这些人，你的那种原本说好吧，那哪里可以联署啊？到了我再联署，结果到最后看到那个状况，仇恨值不断的累加的时候，变成。我现在要去哪里可以联署？我等你过来，跟我现在要找联署站过去。所以你看到了最近的联署站都大排长龙，都大排长龙，已经不是我等你来，而是让他们的联署的心态转为更为积极，是我要去找联署站联署。那这样营造的场面，你就看到的是各地烽火连天。那烽火连天，国民党呢？当然了，做民调他们还是可以啦。哈，就选举的时候有滚动式民调，这个罢免他们也做滚动式民调嘛。哈，智库的时候，滚动式民调的时候，他们列出了10个危险的，10个危险分2级。这10个里面，基本上同意罢免的民调，都高过不同意。那前面列出来的5个1级的是。同意大于不同意超过10%，第2级大概就是高一点点，那前面徐小新啊、傅昆萁啊、王宏威啊、廖伟翔啊，还有谁啊？他是列在第2区，李彦秀，那当然第1区，我们讲出来大家也不意外嘛，哈，叶元之，罗廷伟之前的那一个找。那个卫福部啦，台大医院的事情也惹很大。那涂权吉是赢的是所有国民党赢的比例最少的1000多票，黄建斌34%是刚好面临民进党的分裂，票也拉得很平，34%当选。那牛许婷就是经常跑到第一线叫叫出问题来了。所以他们这5个大概是。同意罢免高于不同意罢免10%。那刚才念的徐小新那一个等级的是同意罢免略高于不同意罢免。那换言之，这10个人一定危险嘛？一定危险。那当然，刚才有说到 TVBS 的民调嘛，做徐小新的那个民调。也是同意罢免大于不同意罢免，而且大蛮多的，大蛮多，57比30几。对啊，就同意罢免的50几%嘛，然后不同意罢免的才30几%嘛。但是里面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去年投给徐小新里面的有20几%同意罢免。我去年投给你的表态的有20几%愿意罢免。OK。其实最伤的其实是这个数据，就是说我们常说一句话，罢免哦，你要把你的得票数动员出来很难了，你应该知道嘛，你没印象太久，太久好了，没关系，很难，真的过去不要再，真的很难。你要把自己反罢免，我要把自己当选票全部吹出来，已经很难哦。结果你里面还有人20%说要罢免1/5，这多恐怖的事，你才8万多票那请问1/5是多少？1万多票然后你再反观打输你的7万多票里面有97%说同意罢免，如果再动一点出来，
，8成出来，再加上要反罢你的，那是多恐怖的数字。所以国民党呢，面对这一次的罢免，其实我们也讲到不要讲了，被罢免的人在策略上面也不知道怎么做，因为一次这么多个，它不是一个集体的策略，所以有人拼命的打热战，有人拼命的想趴在桌子底下，但是你趴在桌子底下已经没用了，因为热战成为一个主调的时候，你趴在桌子底下都没用，你都会被拖出来，所以光自己里面步调不一样，那刚才念的中央党部上周在决定这个月要下来，然后诺缩铁怎么样，然后又说要比照那个谢国梁的模式，但我非常坦白的说一句话，党中央根本不懂谢国梁模式。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不懂？就谢国梁模式，他不是也有派人下去或什么？所以好歹你取经也知道，请谢国梁来告诉大家一下吧。我只问一句话：党中央知不知道谢国梁在选举过程当中，他分了19类？一般人民、社团里面又分几类？党员里面怎么分类？他总共分了19类。19类里面所有接触的名单全部建档。就未来我动员催票过程里面，到底哪些人全部建档？你看到谢国梁好像在外面走来走去，那是第19类接触一般人民。但你有看到另外18类是怎么运作的吗？那个是党中央运作的吗？不是。谢国梁他们体系里面自己运作的动员组织，完全是谢国梁他们自己来，根本不是党中央。甚至于当初看到党团立委轮番下去，都是谢国梁跟党团谈的，都不是跟党中央谈的。所以党中央你到底知道谢国梁模式是什么呢？好，所以你看到出来嘛，根本哪有什么模式啊？刚才讲到2个公投，我最生气。请问你依宪法39条，总统依法宣布戒严，要不要经过立法院同意？要。如果立法院不同意，是依请总统解除戒严。OK， 决定权在哪里？立法院你多数，干嘛要公投？我不懂为什么要公投。第二个，死刑不是都有了吗？军事审判、军事戒严，那我请问你，李登辉有没有军法审判？有吧？戒严了吗？陈水扁有没有军法审判？有吧？戒严了吗？马英九第1任有没有军法审判？有啊，戒严了吗？没有啊。那军事审判吧，要不要立法院修？要啊。你否决啊？OK。可是这所有的往下走，你会觉得为什么今天烧成这个样子以外，刚提到譬如小新，对，这个1级警戒区，刚才讲说那个同意大于不同意的，对。傅昆萁、王宏威、李彦秀还不在，傅昆萁、王宏威跟徐巧芯，每次在节目里面讨论，它都算是蓝营的优势区啊。对，你更不要讲花莲，花莲一直都认为是个铁票区啊。对，现在为什么都打成这样？就是我觉得那个他们自己的表现荒腔走板，除了党中央无能以外，地方的个别立委呢，自己不断的去掀起仇恨值，就不断的去跟大家，你看连徐巧芯办一个说明会，都可以去嘲讽魏哲嘉是丑胖子。到底他说那是吴子嘉。好，但是你在旁边笑得那么开心，这个东西你没办法评，你懂意思吗？那透过媒体传出去，当然，虽然原本一个说明会应该是希望说让大家降低仇恨值，然后让大家 peace， 结果连这么小的一件事情都可以这样子放大，你就知道那仇恨值。而且刚刚义父哥有提到嘛，光罢免徐巧芯的那个民调，同意罢免是57%，不同意是37%。这里面如果你把它细看啊，我们就抓同意的部分来看，因为他说有意愿投票的是。民众是有61%的人会有意愿去投票嘛？那当然这里面有投赞成跟投反对。那如果投赞成的话是57%，乘下来的话，大约就是说这个松信地区的人数会出来投罢免徐巧芯的票，差不多是86000票。那这什么意思呢？因为罢免徐巧芯的门槛是要达到1/4选举人嘛，大概就是6万人。也就是说，如果徐巧芯没有办法催出不同意罢免票的话，就是再见了。在这个民调里面，他就直接再见了。
不是，你说那个同意罢免票，如果照这个换算有多少？86000人。所以他要催出86001人。对，当然还有表态的跟真正投还是有落差。当然。不过这个差个重点是20%吧。这一份民调，这还是 T 台做的，已经是相对。你知道那个机构效应来讲，已经算是有比较偏蓝的，然后还可以做到这样。然后刚刚一夫哥也讲，光上一次投给徐小新的，徐小新有89000人投给他，这里面有22%是后悔的，所以他们要出来罢他。89000的22%，你给他吸狼啊，就是有没有能买票啊呢？所以你就知道那个事情是不可小觑。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觉得整件事情就是除了党个别立委的荒腔走板以外，党中央根本没法度，就完全无能嘛。89000的22%，你给他吸狼啊，就是有没有能买票啊呢？所以你就知道那个事情是不可小觑。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觉得整件事情就是除了党个别立委的荒腔走板以外，党中央根本没法度，就完全无能嘛。所以苏立伦走在路上都被自己的深蓝那个去抗议。对，他们现在不选择正面迎战，就照理讲，好，绿营的要罢免你们，蓝营的 OK， 现在也不用分什么公民团体不分啊，就是大家就是政党下去，你国民党就是动起来，你就是罢绿营的，就这么简单。结果他不选择这个正道，正面对决，人家都打到门口，你不去跟他打，你竟然挖一个小洞说，我要来搞那个罢免公投，我要搞那个反戒严反废死公投。第一，我先讲，就是这个公投的时间呢是规定，按照公投法的规定是规定在8月的第4个礼拜6。那个时间并不会跟罢免的时间是一样，但是公投其实是分开的，就是根本的没意义嘛。第二，这个东西命题也有问题，赖清德今年才枪决一个人。枪决掉，那算不算死刑？算。就你现在给我反废死，这个命题本身很奇怪。第二个，刚刚义夫哥也讲了，那戒严现在有戒严吗？没有戒严，你要反戒严，这个东西也很奇怪。所以它的命题本身就很薄弱。我先不要讲中选会会不会驳回，因为它按照公投法15条的规定是，立法院会通过以后，它10日内送交主管机关，就中选会去办理。我先不要讲中选会有没有这个权利把它驳掉，不管，本身你这个命题就表示你苍白无力。就你的反击根本没有一个重心。你如果说你罢免这边为什么呢？因为青年军喊嘛，就连搞个这么简单的联署都会超名车，都超死人，然后还要硬凹的结果是，连这个大家都看不下去。那看不下去以后，连国民党的支持者觉得说切心，就说这个是我们去年支持的党吗？我们虽然输了总统，但是蓝营的都说赖清德是少数总统，他只有40%，所以我们是多数。那确实你们在国会也是多数，蓝加白，就这个蓝加白搞了1年多，就嘛呢完全束手无策。而且我再给你们看一个民调，你也觉得很扯，就是说对于这个国人对于近期这个朝野冲突不断的这个民调，这个民调很有趣，就是说当然。大部分还是就民进党跟国民党大概是一半一半，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认为这个朝野冲突不断的归因，民进党是43%，在野党是37.8%，差不多对不对？可你要看过程，就是如果跟去年11月相比的话，同一份民调啊，在野党上升了将近10%，民进党反而还下降了3%，这什么意思？你敢不知道？去年的11月那个时候，大家多数还是认为说这起国民在野在作乱，可是为什么才过了3个月、4个月，在野党那个归因上升了10%？这个表示说，你这几个月一定做错什么事。我认为去年12月20号那个3个那个法案的硬通过这件事情，其实伤很重。当时在外面，小弟也在现场，不会嘛也很丢。你知道那个你容易干掉啥？容易讲傅昆萁。其实傅昆萁当时已经是整个仇恨值的爆表，但是他们在里面不管硬要通过什么财政收征划分法啦，然后选罢法、宪法诉讼法，然后通过以后还不打紧，接下来就是省总预算就乱砍。他们本来想说我要监督你，监督对不对？结果监督的过程是提了3-4千个案子要删，最后他们自己都被骂到自己都不好意思，后来退到剩几百个案子。如果你没有错，你那3-4千个案子你就砍下去，你为什么最后删到自己都限缩到剩几百个？然后所以为什么卓奎刚刚前面叫说民进党下乡的时候，当卓奎亮出那一支光剑的时候，他讲什么？他说你删预算也那么乱删，外交部变了1亿1000万的预算，你删了1亿4000万，那其他部位哪有删的比编的还多？那表示你根本不用功，表示说你在野党把关监督预算没有问题，但是你根本不用功。那不用功这件事情，除了激起绿营支持者的同仇敌忾，所以大家都吹出来以外，蓝营也觉得说拜托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搞？就是你们可不可以振作一点？然后最后再讲一件事情啊，
仇恨就算了，你们还不要添柴火。刚刚讲今天是太阳花的11周年哦，那小弟当然也是10年前也是参与太阳花的一份子。那太阳花本身是一个抗共、保台抗共，就抗共产党。你不一定是讨厌中国人，但是绝对是抗共产党。这个基调出来以后，到了11周年以后，现在这些罢免团体，你看你在工上罢免王宏威的团体，被骂畜生，然后这个闹场的女子说：“我本来就是中国人。”一个推倒志工，然后在罢免罗明才的那边，有人就当街就殴打2个女志工的头部，那当然不一定是罗明才的事情，可是这些东西打下去，然后另外影视人不是被那个陈玉生呛瞎嘛，然后他们就拍了一个影片叫倒垃圾嘛，就那个发起人之一的杨立洲导演也收到恐吓信。当然，我一样，我老话一句，来硬的说，我们怎么可能做这种事？不可能啊！但是这些账要算在谁的身上？当这些东西，而且都是透过 trade 哦，它也不是透过主流媒体报。现在大家都有手机，很方便。那每一次只要有人这种冲突的时候，大家都录下来，录下来以后 po 到 trade 上，就大家要去公平。当这个东西都不断的出来的时候，你只会让这些除了绿营的支持者以外，还有一些中间选民说。有必要这样子吗？就罢免就是公民权的行使，那大家就好好做，然后最后投票决胜负。你有必要去打人吗？你有必要去威胁吗？那这里你会一直让那中间选民说，好吧，那这样好像我们不签一下不行了。那相反的，你国民党这边毫无反制措施，然后就不断的放任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只会让野火烧得越来越旺。那难怪干今嘛嘛才会就是那你的无能会让你们自己的支持者都觉得刺心，所以最后。不要说不出来投票，甚至出来投罢免票都有可能。这个要播什么？补充一下这个民调的部分啊，我的民调从半年前罢免前半年是从同意罢免9%、12、18、21、27、31、37，然后到最后一个月封关民调的时候是同意罢免是37%，都没有徐巧芯高，然后呢有一个你说你自己罢免那一仗，我自己那一仗，好，数学上有一种说法叫猜想。霍奇猜想、黎曼猜想，就是大家都知道题目，但没有人知道答案。现在有一个叫做罢免猜想，就是大家都知道要逃过罢免只有一招，就是让同意罢免降低。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但没有人知道怎么做。那我自己的记录啊，从37%压到25%。好，我就那个时候12%，大概2万多块3万票。那现在的问题是，国民党要如何压低同意罢免？你刚刚讲了，如果叶元之鼓励黄国昌去帮他反罢免，那就表示他没有在想这件事。就是反正大家都要出来投同意了啦，他就想要把他的那个反罢免的票要推出来的意思。这个就伪路了啦。好，我们说这个走投无路了 ，day end 才会在想这个，真的啦。不然的话，我们还有活路的，一定是想说怎么让对方不要出来，降低仇恨值，对嘛？好，那降低仇恨值，国民党面临3个问题：第一，人设问题嘛。请问一下，战斗蓝要怎么不战斗？战斗蓝要怎么转型温柔蓝？那个蜜獾要怎么转型小白兔？所以他们过去1年演的东西，他很难转过来。好，那第2个是支持的养成。刚刚这个义中提到，暴力嘛，威胁嘛，我加拿大来的啦，我是中国人呐，这种大家看了就不开心呐。这个没有政党的那个，我跟你讲，这种都是在烧中间选民的应得值啊。然后本来讲说地方的什么选个国民党来监督，结果跑来冲突干嘛的？中间选民吓到，怎么会有暴力胁迫？我以为现在自由民主。第3个就是核心的问题，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国民党的理想战场到底是什么？现在所有的战场，那个民进党现在要演讲的地方，除了台南、高雄，真的是办心里开心的，对啊，那个就是办一个很久不见大家来碰个面。有没有看过卓荣泰？他现在在这边，那就是办一个，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根本就没有要被罢的。对啊，请问现在战场在哪里？台北、新北、台中、桃园加2场，新竹、花莲，全部都在蓝营的选区啊。那你现在是希望哪一个地方破口？怎么打都只有蓝的退，没有蓝的获胜的那个画面。你的理想战场是什么？民进党全部失败。然后国民党现在联署成功的全部成功，这个几率有多少？根本没有0嘛，根本不会发生啊！就是民进党一片焦土，所有罢免都失败，但是我钟小平精准打击，点到谁就死，那个几率有多少？真的不高。所以我才发现一直我都在替国民党想，我一直在帮他们想借口，因为对我来讲事情要有逻辑。我现在发现终于有逻辑了，是什么？就是国民党内的人觉得有人倒比被罢免还要好。你看我这样子讲，如果今天有人骂赖清德，博文会做什么会做什么动作？我们主席很认真，司法的事情蓝绿白都抓，在总统你的表现也怎么样这个是一定会做的事情。请问今天绿营在骂朱立伦的时候，国民党谁在替他讲话？
有没有人替他讲话？反戒严、反废死，下什么物件公投主文都无写出来办游行，骂他。然后大家国民党的就呈现一个，那你骂，那我跟他没什么关系。你好像真的是这样子。没，不要为难他，不要为难他，不要为难他。钟小平有帮忙讲。哎，我跟李明贤一样，Q 我再来讲，好不好？其他的你准备，修容组也是傅昆萁送的。你仔细你注意一件事情，国民党立法院的立委袒护傅昆萁的几率还比袒朱立伦还要高。没有人要理他的。有，桃园市副市长苏俊斌。他在脸书有发言，这个是历史人物了。不是，没有，他现在还是议员的助理，对，他们从立委的是在立法院时代就是助理。所以我的结论是这样子：罢免掉比较好，是国民党一部分人的心情，才会造就国民党现在的策略。不是我们要替他想说啊，你应该怎么做啊？没动机有萝卜有棍子，我想一想，干嘛帮他想？其实是他们内部的人就没有要这样子想，才会没有结论嘛。所以这个才是国民党内部最大的问题。OK。三哥刚才有没有解答？小平有没有帮你们真的找到？因为我在节目里问过非常多次，为什么战场就国民党永远只能够在这30几席？因为打到最好就是都不被罢掉嘛，刚刚讲的嘛。对。然后为什么战场都在你们家的城池下？你们要去拓展别人的战场的时候这么辛苦，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是真的包括中央没有办法御下，然后包括领导所有的人吗？连包括中央，尤其像朱主席刚刚讲被攻击。也没有人要去维护党中央这一块吗？这个是一个表征而已，它代表是国民党内部是真的还能够团结这一块吗？刚才讲的，现在罢免已经是如火如荼在走了，降低仇恨值，不要有那种，刚讲的就是去骂人家这种，还骂到这么难听的一些词，因为那一定添柴火，不用讲。那当然，我们客观的讲，你也找不到任何东西，这是哪一个国民党的委员或者叫人家去干这个没有。可是那个火就一定烧嘛，而烧的中间再加上这是怎么来的？这是这几天，包括从你说那个陆配雅雅开始武统的言论，然后赖清德开了一个记者会，17条，一路这样弄下来。当国民党有委员讲说那是言论自由的时候，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学术上这是不是言论自由，是在当人家讲武统的时候，然后当有人在讲说国民党委员说言论自由的时候。那个民众的心情上，他对这个火会造成这样，这是你们整体要考量的东西啊。我们讨论2个重点，一个是上升下降赞成罢免反罢免的趴数，我很市侩的讲，对吧？这降低仇恨值。那第二个叫主流民意，主流民意我们还是台湾人嘛。第二个主流民意是不可以打人吧？那第三个雅雅这个武统是不好。我们不谈是不是要那么强度的把他送回去等等，因为骨肉分离有生小孩嘛。可是。所谓的降低仇恨值，就这些是违背主流民意的、违背刑法的事。好了，就是我们党中央要有态度说去降温。你知道这个是第一句话有吗？没有，没有，没有。他也没有帮朱立伦讲话。不，我就是党中央要降温了，没有。不应该做降温的动作，应该要这样嘛，对不对？然后我们目的是什么？我目的是要降低仇恨值嘛。那罢免任何一个20席被连成20席每一个区里面的赞成罢免。能够下降，因为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忘掉仇恨是什么？知道吧？就是时间，还有时间，还有好几个月嘛。这新闻很多啦，就一下。何况，可是怕的是这种新闻一个一个，因为你们的立委如果这个蹦一件事，那个蹦一件事，它整个会。第一个少蹦这些事，第二个万一蹦出来，不管是立委本身或者助选员或干嘛，对不对？那也要有因应之道。好，请问你现在是不是民进党丢了一把枪丢到地上给朱立文拿，是哦。请问这个时候，今天要搞台独，一边一国是首席部长都讲出来的时候，那不是反废死，是要不要枪毙那个人，杀人的人该枪毙，对不对？那现在是两岸打起来，我们可能都会死啊。这个你知道，这跟那个有人那个死刑犯杀人这些罪无可犯的人，那是2件事。简单讲，你才能凝聚叫维持现状派的票嘛。就是那他们呢只会讲反共，不是反共，对不起，你们是仇共，不一样。好，第二个呢，就是你既然只讲反共，挑好的讲，那你们支不支持台独？要不要撤换这个部长？一边一国的部长，这都是送枪给朱立伦的，给国民党。所以你们一直说会造成战争，用这个一定要打一场战争威胁论嘛，对嘛？当然要这样打嘛，这个才有用嘛。你基本同意吧？那你们为什么党中央不这样打？谁？党中央。还有我要讲一句，美国都已经欺人太甚、帝国主义的，总要党中央反击一下吧。3合1哦。是，所以我这样讲了。
今天我们怀念拜登，怀念胡锦涛，怀念江泽民，可是我们讨厌川普，我们讨厌习近平，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这个领袖对我们不好嘛。看到泽伦斯基，看到乌克兰，我们会怕嘛。这个才是让蓝军出来救徐小新最大的动能嘛。我们会不会出现战争威胁论？其实我刚刚看到小平的这个表现哦，我其实蛮敬佩他的。好，因为其实你看他比朱立伦还要积极哦。其实我刚刚看到小平的这个表现哦，我其实蛮敬佩他的。好，因为其实你看他比朱立伦还要积极哦。他虽然明知不可为，可是他还是一直不断的想要创造话题来制造蓝绿的冲突、蓝绿的对决。你看他不断的去挑动，连历史的那种3合1敌人，一直讲到现在，他就是不断的希望挑起，所以他有他的战略。哦，可惜他的战略感觉现在曲高和寡啊。但是我要讲的是，我们也不敢，我坦白讲，我们也不敢轻敌了哈。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不敢轻敌？因为搞不好国民党是深不可测啊！哈，那我举例来讲，我们之前啊也是被骂的臭头，但是我们就一定要沉住气，因为政治有时候要等时机，要沉住气，有步骤嘛，哈。那关键就在于说，总预算的副议案真的又表决，副议案又没通过，好，真的该出手时机，因为所有我们体制内可以用的所有手段全部用尽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时机，我们就大的8场，我们就立刻端出来。所有人才恍然大悟说，原来这个东西你们就是在等这个时机，当然要等这个时机啊。你如果副议案国民党愿意，那就是一个解命药单，大家可以重新来谈。但是我不晓得国民党到最后连副议案，他们坦白讲，国民党最后一刻如果副议案他真的让他过关，大家重新来谈，整个罢免顺势就瓦解，那个力道就瓦解，至少瓦解一半。可是他们就是坚持副院，我就是跟民意对干，我就是总预算要继续干，好吧？那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菜端出来。行政院当然，我跟你求和不可得，我当然就下乡直接诉诸民意啦，这就是民主社会。那这是我们的策略。可是我不知道国民党到底深不可测到什么程度，因为这个节骨眼，他们竟然提出说反废死，我想半天，我们不是才释宪，台湾的死刑是合宪的，他们竟然提出说反戒严，他要唤起大家对国民党是全世界最老牌的戒严政党吗？所以我不懂。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以目前来看呢，我刚刚看到小平兄，你不要看他这样，其实我跟小平兄很熟，他妈妈以前是我的支持者，他妈妈以前生前在我们那个板桥，那个一个非常认真的里长下面当领长，我每次去，我为了他妈妈的票，我都还。一票可以影响好多人，他们有交情啊，我妈跟我呢，真的，我都刻意跟这个小平拉衣袖哈，我牵手一下，对，没有，我觉得就是说你政治上的这个部分就是说，当然我跟小平有一些立场上的不一样，可是朋友还是归朋友，但是我要讲的是，我现在在国民党内，我看不到这种像小平，至少还会穷尽一切办法，一直在挑衅，一直想要制造。蓝绿对决冲突，可是我跟大家讲，真的没有用。为什么？我举徐小新这个选区，徐小新这个选区让我很意外，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地方真的是极深蓝的大城啊，那里面又有很多的这个空军眷区等等。可是徐小新假设我们一开始战略是错误，假设我们一开始就什么蓝绿对决，这是民进党跟民进党出来领衔的。我告诉大家，今天徐小新绝对不可能罢免联署冲到这么高。今天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包括很多眷村老伯伯看说。这个小女孩看起来就望之俨然不是人君，感觉这个老费鸿泰感觉比他像立委。我告诉大家，很多人是这样想所以他不见得觉得说罢掉徐小新之后就一定是民进党当选，不见得但是他就觉得，我觉得这个选区值得一个比徐小新更像立委的人来当，所以这样的心态会让徐小新这次很意外的，他那个罢免联署就是。不断的一直往上升，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你说国民党要怎么替这个部分寻找一个解放？我认为国民党没有办法找到解放，即使他们知道，他们也不敢动。我刚刚就讲了，解放就在立法院解放就在他们总召啊，解放就在立法院这种荒腔走板的表现，然后让人民失望。解放就是他们已经祭出最强的，我讲是老虎那叫做一边一国。请问一边一国？
是从部长讲出来的话不能不认，好了啦，好，不能不认。重点还小平我知道你很努力不是重点，一边一国还是少数。纵观49到58，没有人在提这个题目了。不是，这我在讲嘛。是我在讲，我跟你讲，一边一国还是少数，非一边一国还是多数。他是真的他可是你们要挑得起丢枪给我们嘞。对啊，可是你们要挑得起啊。不，我们要我们要选择这个议题，我们这个是要对于美国帝国主义要抗议，就是简单讲，这个是一个很强度太强的东西，你一定要承接，你知道这个才能打。你为什么要去告啊？对，是除了告以外，然后也车子差点被拖。我叫助理去看车。是，我要暂停一下，我们继续。OK。所以重点就是，既然有这么大的能量了，然后这个时候反 face，还有反威权。实在是太小，我不是说不对，太小。OK， 大玩意对大玩意了，对，一个大场面来了。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你说空战、陆战，但所有的这样一路打下来，三个，我直接问一下，这次霸团的精准打击，某种程度几个仇恨值比较高，就是在绿营或是霸团眼中仇恨值比较高的人，看起来那个精准打击还算蛮准的。尤其是你会发现最近很多的风潮都是在傅昆萁总召，第一个国民党的总召，第二个。花莲，我还是回到那句话，花莲大部分人都觉得就是蓝营的优势在优势的地方。如果这地方破得了，对其他很多地方蓝营的人，大概心里面的那个恐惧感会更高。怎么可能连那地方都破得了？那包括在花莲里面最近出现的，不管是修容组，然后对小平等一下也可以解释一下，包括修容组的问题，甚或这2天还有讲说，包括幸福水泥案啊这些所有这些连结，对傅昆萁总召来讲。忙这些就已经够忙了，他还要忙那个反罢免这一块啊。有一句俗话叫“鸡生蛋，蛋生鸡”，那有一种修辞叫回文啊，台语比较不方便讲成英文叫 LPPL， 意思就是到底是谁，到底是公民团体精准罢免，还是那一只斗鸡就很希望跟人家吵架，才会导致联署那么高？我认为是后者，原因是真的你认真要罢免，我跟你讲，有一些霸团因为当事人太低调，低调到真的很难联署。你把拍谁敢联署？就你好像也找不到什么理由罢他，就你也知道他国民党的，你很认真的要找他冲突的画面也找不太到，所以那个联署自然手就不会那么的会手软。可是这一些被提名到前几名的什么王宏威、徐巧芯，说他是铁票区，傅昆萁铁票区，我就讲一件事情啊。多会选的人拿不到该选区40%的票了。我说的是总票数。40%的票要怎么拿？要投票率80%的时候还过半。要40%要这么高，可是罢免点是几趴？是25%。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你有多懒，你就会有多讨厌你的人同时存在。为什么上一夫这个上公在这边很早就讲什么傅昆萁、徐巧芯一个都跑不掉？因为讨厌你人够多嘛，讨厌你人不只是民进党的，不要这么狭隘的看民进党的，就连民众党的组成，刚刚说投给徐巧芯的22个会罢免徐巧芯，民众党有28%会罢免徐巧芯，更不用讲民众党他要汲取的这个票源是所谓的中间选民，中间选民就是政党不忠诚，所以才会中间选民。你每次打电话去，他都说我中立，我没有蓝绿。但是他还是会看事情嘛，他会看这件事情有没有切身，我会看他爽不爽，看他讲话有没有道理，下去弄嘛。所以这一些人还是会出来，这些人都不能算在你的40%得票里面。反而真正现在40%指的是这一些立委的当事人。那剩下的60%怎么集结成25%，比你要凝聚25%还要来的简单非常多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一些铁蓝的反而是因为我觉得我很稳我选举都不会输，对你选举都不会输你罢免会不会输？问号这个是问号。好，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国民党现在因为群龙无首嘛然后左支右绌，我认为国民党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叫做被红黑渗透到没有办法自己，甚至换个方式讲，国民党就是未来的民众党。因为当时红是什么？红是阿共嘛，所以搞到大家不太敢讲阿共，连仇共反共都还要这样锱铢必较，反正我就反共，你要说我仇也可以，恶也可以，讨厌也恨也可以啦。那但是国民党这边变成有一种为什么选前那个什么演什么演？夏立言，大家去中国行行的，来这嘛，来傅昆萁要会期要开始大家去香港行行你就会觉得很奇怪。什么事情这个是红的部分，那黑是什么？黑就是地方势力。地方势力什么？地方势力最厉害的就是跟大家打哈哈啦。
啊用来阮遐济呢，啊来恁两辈啊，义善来台中我请啦。历史我爱讲，人生就爱熟悉三书、医书、历史、会计书。我拄仔欠历史朋友，母啊，你也来台中咱斗阵一下，咱做伙一下，人好啦。人好，最后真的打仗的时候顾家己啦。谁会管你党中央干什么事情？所以被红黑渗透，变成这种我反而觉得小平当然这不是故意在捧啦。他还比较像那种有理想派的，真的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我坦白讲，很多国民党战斗蓝，他们到底为何而战斗，我其实是看不出来的。就他吵架吵完了是为了什么？吵完了是为了自己的地盘，为了自己的协会，为了自己的票数。他为的也不是国民党啊。所以这样子打下来的情况下，国民党很快的，第一个我们就讲他是一个没有理想性的政党。这件事情不知道怎么反驳。你怎么跟严宽谈理想？你怎么跟尤浩、马文君谈理想？然后你跟他说他们不是一个这个很有地区性的这个很有民意的，他讲黑金你也罩不住，讲论述你也罩不住，讲政策你也罩不住，左支右绌嘛。所以国民党我认为现在来不及，但我认为民众党看国民党你们还要这样子吗？你看柯文哲跑去找什么两岸论坛，柯文哲跑去找沈清基，那不也是红黑渗透嘛？所以台湾走政治理想性的人物如何在更亲民、更进化、更现代？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思考的事情。那义善，现在对副总召来讲的话，那司法案件是要很认真的面对，对不对？没错啊，因为傅昆萁的案件的一案接案案案相连到天边啊。为什么这么讲呢？从钟小平那件事情，这跟赖清德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是温朗东还现在在纽西兰还拍一张照片，说我长得像赖清德吗？是温朗东本来要查李彦秀，跟傅昆萁没关系，是要查李彦秀的政治现金的相关性，因为那时候李彦秀查了很多嘛，炒得很热，他的房地产的问题，他就去查了李彦秀的政治现金案，发现一个台北选议员的，一个台北选立委的，为什么用到花莲的公关公司？所以查了那家公关公司叫战天下，战天下的这家公司，发现战天下一输入进去。国民党内有20-30个都有战天下这家公司，战天下这么厉害，总要查查他的老板嘛。他的老板叫苏义顺，一开始他贴脸书的时候还不敢讲说曾经当过花莲县的观光处处长，他还说疑似当过，为什么呢？可能同名同姓嘛。所以一贴出来的时候，谁证明了这个所谓的修容组是傅昆萁在主导的？周小平啊。钟小平节目在我旁边的时候说没有，那没什么啦，那傅昆萁副总召送的。我说没有发票那后来有没有发票？后来有发票，有发票就要给钱，没发票就不用给钱了，修容组就因为这样爆开嘛。我说没有发票那后来有没有发票？后来有发票，有发票就要给钱，没发票就不用给钱了，就这修么简单。容组就因为这样爆开嘛，因为爆开，说真的，钟小平事小，因为说真的，就物品没有申报而已嘛，政治现金发点钱而已，这个比较小条。但是问题来了，其他的有申报的呢？是对钟小平比较好，只有钟小平用送的，那20几个有申报的都要卖他28.7万，才是问题嘛。那因为他们是有申报的有人帮我付掉，也不是傅昆萁出的，也没送，也没送，你没申报嘛，你不能说不管。申报了，如果是送的，如果是傅昆萁送的，假设是傅昆萁送的，那其他报这个28.7万的，你就违反商业会计法，因为你没有花这条钱，结果你还叫了战天下去开了发票给你嘛。除了商业会计法之后，有没有伪造文书的问题嘛？那你政治现金申报了出去，你没有花这条钱，钱跑去哪里了？有公益侵占的问题。这个东西是在所谓的其他的骂仗寡的立委里面，问题来了。那战天下苏玉顺这么有钱是他出的为什么其他立委如果没有出钱的情况下，那是不是战天下这个苏玉顺出的？如果不是苏玉顺出的，是不是傅昆萁出的？如果是傅昆萁出的，那还好，我说真的。但是如果连傅昆萁都没出钱，那是谁出的钱？或是从中国来的所以才引申了有没有反渗透法的相关的侦办的问题。这当然未来检调要去查所有的资料之后，我们才可以证明到底可以办到哪里。但是目前为止，连傅昆萁都没有反对，没有去反驳说他违反了商业会计法的问题。他说，你因为商业会计法的问题去侦办是不是动作太大？这是傅昆萁的说法，表示是不是这些立委都没有付这笔钱而开了发
发票，才违反商业会计法嘛。第二个，苏一顺这个人本来做观光处长的时候，他本来就是所谓的傅昆萁的家臣。除了本身的这个占天下的问题之外，他在观光处本身就有问题啊。他在2014年为什么离开的观光处的处长，是因为他自己开了一堆公司啊，自己开了所谓的旅行社啊、民宿啊，这些东西跟观光处的业务有关系，你没有利益回避嘛。所以监察院纠举之后，他辞了职。辞职之后，2015年他就开了另外一家叫 iMeToo 的公司，而 iMeToo 在2016年就飙到了花莲县政府2100多万的这个相关的标案。好，我就先不管说这标案有没有问题啊，到底有没有做的事情，有没有合法合规。但是你做一个观光处长，2014年年底才下来哦，2016年你就开始做县政府的生意，就违反旋转门条款嘛。这个也有利益的回避的问题。所以除了苏一顺之外，另外一个搜索的管家叫做李庆龙嘛，而李庆龙就会让我们想起傅昆萁的许多旧案，因为他不只是种花种草啊，他还种出股票出来啊。因为你去看所谓的那个傅昆萁的对于所谓的炒股案的判决书里面，就出现李庆龙的名字嘛，而李庆龙就是协助傅昆萁去做炒作股票的事情嘛。那这些事情也让傅昆萁去被判了八个月的徒刑，然后回国来做更生人做立委嘛。整个过来之后，这个傅昆萁除了这个修容组的案件之外，是不是因为修容组的案件会引爆其他的案件不断的爆发，这会为未来的大罢免添加许多的柴火？小平，我看到媒体上面有包括这2天还在讲说，是不是还有幸福水泥案啦这些？当然有人会把这次包括占天下修容组这个事情讲说啊，郑小平你是不是大嘴巴多讲了一些？然后我注意到你在媒体上有讲说，这好像几个月以前就开始在办，对啊，不是从你讲的才开始，不是，检调查几个月了，修容组这个案子，他前面也有去那个传过傅昆萁吗？没有传，就在查了嘛，甚至告啊，反正一直在查。我这样讲哈，这个我觉得斧痕太深了。请问你啊，就是花检查这个事情，对，后来就没有继续查下去，没有什么证据嘛。那是不是北检跨区查？我不谈跨区，总是不正常。然后呢，花莲的调查站的主任，然后被调走，变成中正区的主任升。中正升花莲会不会升太快啊？中正只是1/12台北的，然后变成花莲的。而这个是调查金融犯罪的哈，这个。然后不讲这个主任楼主任以前就是在炒股案的时候，那个时候。对不对？高层的时候有查到这个傅昆萁有投资，那这样更要回避吧，有恩怨嘛，对不对？哈，然后他就做了，不管就做了，然后这法务部的调动等等。2月20号哈，这个有传傅昆萁，我讲说这个修容组这个，2月27有搜索，好，那请问您是大律师，什么样的罪该去搜索，而且是这么敏感的人？什么样的罪？5年以上重罪吧，可能要逃亡，可能串供，对不对？大概这样。那请问他犯了什么罪啊？那今天他2月20号传到傅昆萁，今天所有的罪，像是不管是伪造文书、假释，就像绿营讲的，或是那个商业会计法，都是5年以下，判起来都是1颗罚金吧？那这样子的罪，那可以去搜索，你知道？好，那2月20号也传了傅昆萁，那傅昆萁当然也有他的答询嘛，好，那重点是。今天如果你有查到中资，傅昆萁会不会被收押？会嘛？现在这个案子没有中资，那是什么样的案子嘛？但是还是一个案子，可是需要这样大动作查的。第一个，他想对他强制处分嘛。第二，旅游2000万，什么苏处长啊，什么有包工程的要查。第三个，幸福水泥也在动，所以不只是小物嘛，他要弄死他嘛。我觉得这比较重要嘛。你觉得目标就是傅昆萁，不是因为小物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寒蝉效应，让你像你徐蚌会战败不相救嘛。对于傅昆萁嘛，傅昆萁是总召，他是我们的头，立法院头，我们当然要去支持他嘛。这是一个team work 嘛，跟打篮球一样嘛。我的看法是这样子的。OK， 不，你们是用司法，然后就是要这样，因为傅昆萁总召也是这样喊冤，他就讲说当然他跟黄昌主席一样，就现在言必称赖清德，他就直接讲，然后就讲你们就是要用司法啊什么追杀我，就是这样。我觉得面对司法的案件大家都应该尊重了哈。那我们的立场就是勿枉勿纵。那我是觉得说，当事人如果是清白的，那经过这样的检验，其实还他一个清白也是一个办法。那如果他确实有问题，你在这边替他这个澄清半天，替他讲半天，如果有罪就是有罪，有事就是有事。台湾的
我就讲嘛，你说真正最不尊重司法检调是谁？很简单嘛，你去看看以前民进党那么多人也曾经涉案，也曾经被羁押过，有哪一个有民进党曾几何时说有政治人物被羁押的时候，去这个北检啊，去那边会勘巡视甚至隔天这个立刻请法务部来做业务报告过去不敢有这样的事情。那这种是明目张胆、赤裸裸介入司法，坦白讲是国民党现在在干的。不要以为国民党现在不是执政党，国民党现在立法院它是执政党在立法院它发挥的权利，包括审预算，你看现在所有这个法务部、所有行政机关的预算被这个国民党整得多惨所以我是认为就是说我觉得国民党对民进党的指控，什么介入司法，什么操纵司法，我们从来没有一项是任何的证据，都是凭空杜撰，可能用他过去国民党的那一套党国操纵司法的那一套逻辑来推演我们。可是我们去指控说国民党这个跟这个民众党联合起来去介入司法，那是非常这个证据确凿就想从来也没有人有办法说号召群众，你说1、2个零零星星去地检署前面抗议一下表达不满，那个 OK 但是你说号召群众里面在侦讯，外面在抗议，我看也只有国民党跟这个民众党做得出来。所以我认为到底谁在干预司法，大家其实看得很清楚。那我是建议啦，就是说小平兄跟国民党一再的指控，就是说我们介入司法，那你就随便拿个事证出来嘛。我跟大家讲，以目前的检调结构，尤其他们的独立性，假设真的是说上头压你，上头这个指挥风，你非给我办出来不可。我告诉大家，里面早就有人反弹了啦，哪可能让你说到现在还这样子？所以我认为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要乱说。怎么样想？傅昆萁跟检调的交手绝对不是现在而已的哈。我听那个吴昆玉，以前亲民党宋楚瑜的秘书，以前那个傅昆萁是亲民党他说在马英九时代，调查局是一个局处一个调查员在专门追踪着傅昆萁的是国民党时代所以傅昆萁跟检调的交手绝对不是起于赖清德时代，所以检调那边现在累积傅昆萁的资料，也不是赖清德现在才上任不够1年而已现在反而是从过去他做了一些坏事，现在要不要启动相关的侦办才是最重要的重点。其实已经盯很久了。OK， 上公。傅家在花莲中横30年左右了吧？这一次的整个大罢免，或是最近出现这个案子，真的会让他们在花莲这么深的根基，真的就从此在花莲政坛会受到这么大的影响吗？我觉得这次罢免案是花莲傅家的存亡之计，因为你想嘛，2026年是县市长选举，对。那徐正伟要下来，对，好，那傅昆萁这一战如果被罢掉了，徐正伟下来了，他要交棒的对象接得起来接不起来，他会变成一个问号，好，然后这个司法案件到底走到最后会有多大，不知道，可大可小，可大可小，这就要看。这个李庆龙跟苏一顺里面被收走的东西跟手机有没有奇奇怪怪的东西奇奇怪怪的东西所以呢，整个案子到底会走到多大，不知道那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是老婆要卸任了，然后自己面临了罢免，那在这个时候。是最虚弱的时候，他的敌人一定会变强大。那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是老婆要卸任了，然后自己面临了罢免，那在这个时候，是最虚弱的时候，他的敌人一定会变强大。因为我们常说嘛，趁你病要你命嘛。趁你这个时候，其实反复的会不会陆陆续续的集结？我所知道是有一部分还有心结，
有一部分还有心结啊。那现阶段能解得了，解不了，大家还在有人从中在帮忙，像看是不是反复里面有心结的，看看能不能谈得起来，谈得起来。那当然不想要继续看到傅崐萁在花莲执政的人很多，2026年的这一场选战，县长之争是傅崐萁的人马呢，还是非傅崐萁的人马？它变成傅崐萁的非常关键的一战。讲一句最白一点话，靠着资源打仗的人，一旦丧失了资源，这个仗打下去就很难打了。县府是资源县府是资源，所以我觉得傅崐萁当然是他30年，他从2001年开始当立委，他总共当了4任的立委，他跟他老婆连续当了4任的县长，半片天，立委只选1席县长也只选1席都他们家的半片天了。那半片天的过程当中，里面其实我觉得比较好奇的一件事，北检跟花检到底要办什么？我觉得最纳闷的，这才是问号。你说幸福水泥那是多少年前的事？现在怎么传出要办幸福水泥案呢？问号。北检下去，李庆龙是什么角色？真的他的角色只是在修容组里面的角色吗？不是吧？他是容量的董事，不要忘记啊，他也是傅崐萁姐姐的基金会的董事啊，而且他姐姐的小孩啦等等啦，跟他另外一个姐姐了的什么都在外面开很多公司这里面到底要办什么？其实我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号OK， 这整个看起来的话，在未来这真的会是国民党最重伤的一块吗？还是国民党要重兵防这一块？小平是有没有越人之防线？就是对国民党来讲的话，有没有当然都会希望都保嘛。对。可是因为原之一直是被大家讨论的一个重点，但是也不解，我懂，大家一定都会说行政一定是中立，好不好？不管每个地方行政本来就应该中立。但是今天说台北市劳检所去劳检越人之的立委办公室，对，那为什么会有这一段？就你不见得要在这时候劳检啊，不要第一天嘛，对不对？今天上任第一天嘛，王秋冬，对不对？对，劳动局局长。那当然1999的检举跟任何的刑事的检举都要派员，不派也是渎职。OK 你说可能是有人是这样。对，去打那个检举，有人检举啊，反正人去卷或打电话都有可能。OK， 可是也没有任何一点行政裁量权有一点失去温暖，同志之间我觉得啦然后我觉得这个当然细节我不太清楚，可是，在行政程序上超乎快速的效率了。这个我觉得对叶元之来讲，不管怎么样对错都是受伤。这个时候叶元之当然被罢免的机会很大。然后，可是叶元之同志之间的温暖，以及像徐蚌会战那样败不相救，我觉得这个党还是要团结，对不对？要团结。所以我的看法，对于处置效率之高之快，我是觉得有失温暖对于同志之间我的看法是这样子的。一种对国民党来讲的话，现在包括那像越人之好了，越人之你也熟，对，所以他现在。还能够降低仇恨值吗？就是降低仇恨值，然后想办法。可是最近一连串的一些事情，他要怎么去降低这个仇恨值？另外，刚刚讲到，因为他也讲过，如果要是真的进入到第三，他已经有心理准备要进第3阶段了。一定要。那希望我们能够把所有反对罢免票全部都吹出来。对。所以黄国昌来战，他也觉得 OK。可是如果这样一下的话，包括白银，刚刚来宾有讲到，白银其实在这里面本来是没有什么角色。可是你不能让他一直到7月8月他都没角色啊。而且黄国昌怎么可能会是这样的人？对。所以高雄他要下，很多地方他都要下，是不是这样？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叶元之现在基本上就只能置之死地而后生了。就是说他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2阶段也差不多一定会过了，那3阶段就是只是要正面对决了。那我觉得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因为他过去的那个选票里面，可能绿营的有些选民其实相对没那么讨厌他，因为他常常上绿营的节目。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要站出来，坚定的反共，站在反共的这一条路上，站在蒋介石、蒋经国的这一条反共的路上，捍卫中华民国派。在这个情况下，就会有绿营的票，没有就置之死地而后生。也许绿营呢觉得说，他毕竟也是反共的，跟我们就是在反共这条线上，大家是站在一起的。那也许我现在讲的也许，那也许对他的仇恨值会下降。那当然，他的不同意票本来就是要靠蓝白去吹。然后另外就是说，让那些绿营的这些人是不是也不要那么讨厌他，因为。过去他在绿营节目上啊，大家说学逗唱，其实我就说很多浅绿的对他印象是不差的。但当然因为他最近因为罢免，所以他很多言论就开始往深蓝那边走。但他要不要拉回来走中华民国派这件事情？但甚至对于党中央有一些策略不恰当，那你马现在出来恭维啊。那我觉得也许这样，我是讲也许啦，这是一件事。但我一直觉得黄国昌选择办在那边第一场就办在板桥，你真的是我觉得有点不怀好意。他讲说，因为民进党执政，所以新北的场地不借给他。跟我们是不是？开始新飞，新北是侯友宜啦，媒体上面我看到是因为借场地是全责是在县市政府，还叫民进党管，民进党管不到这件事情，所以我有申请过路权就知道，我们是跟当地辖区的警察局，那所以他的管辖单位就是他们的当地县市政府，所以他如果在新北市借不到场地，那一定是侯友宜的警察局不借他。好，这个跟民进党侯友宜有可能不借他，因为侯友宜觉得叶元之要打冷战，黄国昌来就重点是我现在讲的事情是黄国昌选在这个时间点太早了，因为现在是2阶段，这60天的冲刺期，那你如果黄国昌要帮忙叶元之，应该是在第3阶段，就是说他已经确定联署过了以后，那就是要打第3阶段了。所以你不同意票，你吹出来，他那时候热战出来，我觉得没有问题嘛。因为第2阶段只是联署，对，联署就现在没有办法吹出不同意票，大家只是在先联署。你板梨加上你们的累积，白银的仇恨值那么高，我讲实在，我哪都要帮给我哪讲一刚黄国昌会来礼拜6嘛，对吧？是不是？因为他连在万华办个活动都可以被那边的人呛到翻了你想说板桥不会去呛他一下？北阿农冲着来冲着被把黄国昌关在里面，没办法进去。但是外面看到为什么那么多联署摊？好啦，呛得可以啦，就签到最后言之挂掉。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但书。白银的仇恨值那么高，我讲实在，我哪都要帮给我哪讲一刚黄国昌会来礼拜6嘛，对吧？是不是？因为他连在万华办个活动都可以被那边的人呛到翻了你想说板桥不会去呛他一下？北阿农冲着来冲着被把黄国昌关在里面，没办法进去。但是外面看到为什么那么多联署摊？好啦，呛得可以啦，就签到最后言之挂掉。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但书除了这个以外黄国昌最近动作也很多。就是他除了就是隔3关5斗，然后伺机去拉一下以外，听说他们也开始在布局2026。完了新闻呢，就说那个民众党已经有2个美女刺客已经开始暖身了。第一个就是徐千晴，之前当过高虹安的发言人，对，他现在开始奔走松山信义区。然后另外一个是他另外一个他们过去的一个他们的组织部副主任叫周小云，开始去3重芦洲去做。那我觉得徐千晴这件事我比较有趣。你知道松山信义区其实之前是由民众党的杨宝珍在那边耕耘，而且他选得很好，他是落选头。宝珍呢？这个宝珍后来就是不是他说他自动离职嘛？党团副主任离开以后，照理讲，松山信义还是就是宝珍他落选头呢，上次绝对是再回来绝对大有可为。就像吴怡轩，他上次在中正万华落选头，所以吴怡轩也想要再回来选。教立功，你是不是要优先给杨宝珍来算？就嘛扯徐千晴，而且当初我就讲徐千晴当初离开高虹安那边的时候，回到民众党中央的时候，其实就有风声说他要选松山信义。我记得徐千晴还说不可能，起码离啊。所以民众党的作为都让人家觉得说，你过去就像黄国昌过去说我什么，现在都好像变成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当然每个人选举他的自由，他要怎么参选我没有意见，我只是说看在一些比较资深的老民众党员的感慨是说。怎么好像今夕是何夕？而且好像政治承诺已经变得不是那么重要喽。你过去讲那么多，学友好像就向下去最后还要讲一件事，民众党真的很饱，民众党是怕自己都没新闻吗？昨天晚上那个 trade 都疯传，民众党的新科立委就刘书斌，他到底讲的是米还是奈米？他说是大家听错。我那个影片我起码看了20次，全部都是米。
14米、12米，还有5、6、7、8米，我也把我们在攻上。他在讲从头到他其实就在讲奈米了。对啊。然后德国台积电德国有设厂，日本啊美国，从头到尾我发誓我非常仔细的用着耳机听了20次，我没有听到一个字叫奈米，全部都是米。好，然后那个国科会主委也是很有风度的，可能想说新科立委第一天嘛，麦克吐槽，憋笑的，他也没有回什么。然后今天记者去追问那个刘淑彬说，那个是到底？他说哦，那个就是你们没有听清楚，抱歉，这个怎么能说是米呢？你看这样奈米跟米差了10亿倍，他也不是开玩笑的呢。然后竟然有网友在我脸书回我说，术业有专攻，一直要叫我不要那么苛责他，术业有你拿术业有专攻，那显然你就是不合格嘛。你若无迄个摘掉，而且彪哥他那个是看稿，你知道吗？他是看稿念，因为 PowerPoint 也是那个国卫办公室帮他做好的 PowerPoint， 然后他其实就是照着那个稿去顺一顺、念一念就好，就你也念不出来。这个东西你真让人家觉得就是匪夷所以民众党有时候就是在大罢免的过程，他总是要帮大家制造一点欢乐。而且刘淑彬很妙，他这个人也是一个。他当然，他当初离开东吴政治系的时候，很多学生说额手称庆的是说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说他离开了他们系，麻烦送走；忧的是说未来的国会乱象，所以被称为是更大只的、更2倍的翁小玲。那你知道我讲一个小故事给大家听，讲2倍翁小玲很妙哦。这个是他当天就是在他那个不是吴春成要辞职嘛？大家记得他不是在早上的时候那个总咨询的时候，他就中了吗？注意哦，刘淑彬说，金武很惊讶听到吴春成委员公开辞职的消息，很佩服，对，今天中午才听到，很惊讶，对不对？在前2天，他的脸书已经这字很小，念给大家听，上面写政治实务新鲜人，然后换了一张大头照。在2天前他就做这个动作，他不是说他今天中午才很惊讶听到吴春成要辞职吗？他在2天前他已经 stand by 叫做政治实务新鲜人。后来新闻有传出来，其实吴春成早在1个礼拜前就跟黄国昌辞职，所以其实黄国昌应该早就知道这件事，那合理，因为你是下一个地博中嘛，因为他是当东吴大学的教授，要办理一些借调什么，所以要事先讲，我觉得这都没有问题。但是你在那边写说今天中午很惊讶，听到是什么意思？就照了怎样的代志？这就是让他觉得说所以我就说这件事情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就是一些小小的事情。可是在这个大家大罢免的这个浪潮仇恨之中，民众党总是时不时跳出来让大家开心一下。我觉得这也许是他们台湾政坛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小平最后一个问题，中正万华这一区，吴沛忆对，第1阶段会过，会，第2阶段会不会过？第2阶段大家要团结才会过。他也会不会团结？努力团结。对啊，是啊，我这样讲，只有这个区最有可能罢掉了。然后其他区一定有人会调，对不对？那我们至少也要让民进党再调，这表示我们还是有战力的嘛。我觉得就是看主席来召见一下，就是我们的几十个20-30个蓝党籍的里长要角，然后给大家打气鼓励一下，让大家有士气去拼啦。我觉得这是当务之急啦。对，OK。那整个看来的话，大罢免，尤其是在未来，各政党都大拼场的情形之下，不管看人数，然后看整个气势，看所有一切的过程，最后35会对上多少？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